这俺老丈人送我一个银锭，俺朋友一看说啊是一个秤砣。哦，你帮我看看，这真是秤砣吗？我看你这个是评级如何的砝码锭，咋可能是秤砣嘞？秤砣别人不会给你如何，我也看看。对啊，就是什么砝码锭。哦，我朋友说啊，这就是过去的砝码，根本就不是什么银子。这说的有点吓人呐。你别听恁朋友瞎叨叨，这一都已经评级如何了。你看公播给的是 A 有55分，这搁着盒子看，这砝码锭银色很正啊，这外观这一看都是银子呢。这是马金的广西砝码锭，它这个形状看上去啊，确实像击中了砝码，但材质确实是雪花银。这一看，这都是商锭，哎，在民间比较流通活跃了。你这状态不错，现在价值可不便宜啊。老板，你可别忽悠我。没有忽悠你。俺朋友他只给我报3000，说现在的银价也就是7块多一颗。恁朋友说的这个银价很正确，现在银子价钱一颗也就是7块多，但是你这好歹是清朝的货币啊，它距今可100多年了。虽说含银量是雪花银吧，但你又没有把它烧化，这定型这么漂亮，这好歹现在也是无机文物了，你不可能按银价卖给他。其实我也能替我朋友考虑，他平时对我也比较仗义。说这种砝码锭啊，3000是替我兜底儿的。你朋友这也太油嘴滑舌了，这好话都被他说完了，这3000可不是替你兜底儿啊，在忽悠你。这个我感觉这样的朋友不可交，你可别被他的油嘴滑舌给骗了，这绝对不止一个银价而已。关键是我之前欠他3000。反正我要是他也没啥用，我想着直接给他抵账算了，我是这样想的。那你这样想算便宜的了，好歹你那岳父送给你的，但是也不能贱卖，毕竟它是一个物件，有它的一份应有的价值。至于你欠朋友的那3000块钱，你完全可以变现还给他，你剩下的钱你留在手里边花，不香吗？主要是我朋友撵着我说这个事儿啊，已经好几天了。我怕拒绝他之后啊，再生什么奸气就不知道的了。你拒绝他会生气？难道他少给你钱，他都不怕你生气吗？如果这个砝码锭真值3000，无所谓卖给谁都一样。关键是你这个砝码锭物超所值啊。首先，砝码锭分高银、低银2个班，低银班也就是民间所指的，也就是假银锭。其实它就像银元造假一样。用的材质啊，不是银的，这个可以通过锭面这个颜色区分出来。而你这个很明显，这材质这都是银的，况且这都已经入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砝码锭因为它的形状像砝码，但并不是真的砝码。这种适量的定型啊，只有两广这边发行流通。因为在过去啊，每个省和每个省银锭的这个形制区别很大。由于你这个是很明显的是商锭，存世量比较大。价值的话，也就看它的状态。你看这刺口也是非常清晰的，我个人看的话，13000左右吧。哇塞，就能值1万多？对呀。我这朋友确实跟我耍小聪明了。因为他是干金银首饰加工的。我还以为就是银价的。那刚才我就给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市面上的银价它就是7块多一颗。你看，你这是407颗。按银价算也就3000左右，关键市面上的银子比较多，只要你有钱，你要多少都可以买得到。关键你这个银锭啊，只有你这一个，3000绝对买不来。关键是俺老丈人也没有给我告诉我价值，这弄得我左右为难了。给他要13000，我朋友该生我的气了。这其实也没啥左右为难了，你只需要衡量一下利弊就行了。把1万多的东西啊给你估到3000，你觉得这样的朋友还靠得住吗？再说了，你欠账还钱，3000块钱还给他，你随便给他找个理由，说那岳父不让卖，这不就行了吗？你说的对呀，对吧？我去找人借3000还给他。对，东西不给他抵账不就行了吗？对，谢谢你啊，老板。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真是没想到啊，这次大家能大旺哎！咋来？这个奶过80大寿的，他竟然送了一个黄金套。这个我都称过了，足足有4两重。奶奶过大寿确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这当孩子的送点特别的水果，实属正常。我看你这个造型的话，这可不像桃啊。如果是桃的话，它这个头啊应该是尖的，而你这个的话，我看倒像一个苹果，拖着4两重的话，
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有啥大惊小怪嘞？咦，你看你说的吧，不管是苹果也好，桃也好，普通的确实不值钱啊，这不是仿真的吗？4两那可是10几万两。你算的很对，现在黄金确实是涨价了。如果真是4两重的黄金，你就按500一克来算的话，大概在10万以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恁奶过80大寿，这不是送给恁奶了吗？你就是俺四大给俺奶奶嘞，因为俺四大不是财大气粗吗？常年在国外做大生意嘞。这一次总共送俺奶奶6个这样的套。我奶奶一高兴啊，临走的时候啊就送给我一个。这相当于天上掉馅饼啊！这10几万的钱不就我的了吗？你先别激动，天上说实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掉馅饼。我给你来理一下啊，那四大总共送给恁奶6个这样的寿套，如果按你算嘞，那相当于是60万了。这平白无故嘞送给你10万块钱，这很不现实。再说，如果这个是黄金的话，像这么大个的东西，远远不止4两的重量。我个人感觉，咋着得有4斤重吧。我知道你有质疑很正常。你可能是对我四大这个人不太了解。他确实在英国巴黎，当时企业的一个老总。英国巴黎？对呀，家产不说过亿吧，他最少得有几千万了。我说的是美金。这10来万对他来说，这不是应该小 case 吗？哎呀，按理说对人家上千万人来说，10万块钱拿出来确实是小 case。可问题是，关键是你这个苹果压根儿啊，它这都不是黄金的。你可以通过这个苹果把，你可以看一下。这很明显，它这个颜色和下边的颜色区别很大。关键是你这个苹果，我用手抠一下，你看用手一抠，你看你上面落红了，它外边的漆，它就直接给脱落了。你啥都不说了啊！你就称一声重量，咱就按黄金的回收价来算一下价钱，合适的话我就给你。哎呀，那我象征性的给你称一下，这个称一下其实也没啥。哎呀，我这只能达到200克。那你的意思还打不起来？确实4两多一点，秤打不起来。但是你这个东西啊，比重和黄金确实相差太大。这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这用手一抠，你看上面的漆啊啥了，它都掉了。别抠了，你叫你看东西了，你咋光抠哎？这很明显，这都是一个普通的苹果，你再一味的想发财，这很难啊。你看你这话说的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给我找个东西，把它给烧化就知道了。如果是真正的黄金，肯定是能烧化的。你这个不用烧，我就知道它不是黄金。咱别的不说了，我这有水果刀，你直接可以把它切开看看，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我都不信这个邪。不可能不是黄金的，我必须切给他看看。你看看，对吧？看到了吧？这是正儿八经的苹果，你看外边这是算是刷了一层金漆而已。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啊？太不可思议了。这说好是黄金的，咋变成苹果了？咋变成这水果了？这黄金的比重在这放着了。如果真正的是黄金的话，就这么大个，确实有几斤重。因为你对这个黄金不懂，你把它误认为黄金也很正常。俺四大也是的。这没有钱都没有钱呗，老是打肿脸充胖子干啥的呀？还说是黄金的，这就让我给这空想一场，我太失望了。你这是成天都是干点没有面子的活。算是闹一场乌龙吧。有可能是恁奶啊，想让你吃一个苹果而已。给你再拿回去吧。不要了，太丢人了，烦人。赶紧给我看看这块银元值不值5000块钱啊！刚才一个男的把我的羊撞残了，这是他赔给我的。什么样的羊能值5000块钱？看来撞你羊这个人啊，挺懂事的。来，我看看啥样的一个。我那个还是个老水羊，肚子里边还有几个崽。他说想赔我这块银元了事儿。毁坏别人的物品啊，照价赔偿，这都是应该的。拿这个银元出来赔偿，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是一块品级如何的甘肃大头，而且还是一个小名玉品，流汗版，品相状态不错，这多少有点背逆。这实话实说，可能让你有点失望。价值的话，到不了5000块钱。看看你都不知道，他在我面前说这块银元，远远不值5000块钱。就这还是一个村的呀。你第一次开车，你再生疏也不能撞我的羊啊，是不是？撞了就撞了，竟然还要吃我的羊肉。哎呀，确实有点过分了。一般开车撞着别人的东西之后啊，
首先就得赔付别人钱，取得别人的谅解，而不是赔了钱还要拿走别人的东西。鉴于你们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凡事啊别闹僵了，也没有怨人，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你这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考虑着以后经常见面，对，所以也没有给他多要，一这样就给他要了5000块钱，就那他也不想给，还要把撞的那只羊抱回家吃羊肉，这太过分了。哎呀，我来说句公道话啊，本身这个老水羊就身怀身孕，对吧？对你来说确实是损失惨重，如果不被撞的话，有可能啊，你还会多几只这个小羊羔。另外，对于撞坏了那个老水羊，本身它就应该属于你，他赔付你这些钱啊，也就是赔付羊羔的费用，只不过是他不懂而已。这个事儿啊，你一定得给他说清楚，不然的话，对吧？你们俩有误解，这多难受啊！还是你比较明事理，就这我都自认倒霉了他还给我胡搅蛮谈，你给我看看这块银元值多少钱吧？哎，相互理解一下就啥都有了，关键还是在你这个银元的价值上。你这个是甘肃流汉斑，你看盒子壁上标注的很清楚。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斑的特征。流汉啊，就是比普通甘肃斑脸颊上看一下多出来4D 三角形的柱纹，具体就在这个位置。你不注意不细看的话，还真看不出来。这个流汗特征啊，有人说是暗记，也有人说是朱老师留下来这个铸造痕迹。所以说是不是流汗感，还得看它这个划字最下面这一横，这一横比较细，左边复达，右边没有复达。看状态的话，你这个甘肃流汗斑确实是不错。壁面你看两面，这都是属于全身的，几乎啊看不到任何的流通痕迹，而且还是一个逆背。这个逆背啊就特别少见了。还有就是壁面包浆也不错，带点绿锈，而且这种绿锈啊非常薄。就凭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大概也就3000块钱左右吧。像那说那么好，这才给了3000块钱，这确实是太少了，并不像他们说的值5000，这我也太亏了。这个无论亏赚也好，这个大概价值啊，现在也就3000左右。鉴于你对这个银元不懂，价格啊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对吧？你不是说要5000吗？所以说啊，我不建议你啊要他的银元，还是以这个索取这个现金为主。那我还是找他要钱吧，好像吃我的羊，没见过那么不讲理的人。先谢谢你老板。没事我建议你啊，恁村找一个恁村里边有威望的人，说和说和，在不伤害这个互相感情的前提下，尽量友好的协商，东西还还给他。别，这个盒子比较脆，千万别摔住了。中，先谢谢你。没事。我前2天下一场走过来然后收了有20多斤铁，20，然后回家用吸地人吸了吸，他竟然都吸不住。你赶紧帮我看看，这是不是白金链？你这想啥嘞？你这废铁收过来的东西，咋可能是白金嘞？看你这东西的造型，像是过去的碎银锭。你看每一块上面，它都有明显的螺旋纹。这背面你看，它都有这个明显的蜂窝气泡。这抓一把大小不一，我这都奇了怪了。这农村啥样的人会把这个银子当废铁卖给你？那既然是银块的话，这其他的我也不让你看了反正不是大人。那小伙这看起来都15、16岁吧，大概有10来斤，我给他100块钱收回来了。整整有10斤的话，你这仅仅只给了100块钱，这确实是价钱不高。这个话又说回来啊，才15、16岁，这也算未成年人啊。先不说这些东西无论是啥吧，你都光看年龄的话，你这都不能要他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无论做啥吧，都得讲一些职业道德，所以你这些东西啊，很有可能是他拿家里边来。你说的对，他当然确实是急用钱。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也担着风险了，10来斤的铁块买回来，我这是赔钱，算是帮他一个忙吧。这和铁是铁不是铁没关系啊，主要是他这个年龄太小。如果你真想帮他的忙，那你直接给他100块钱，完全可以不要他的东西，并不像你这100块钱收回来这10斤碎银子，你这算啥？你这是捡惊天大漏啊！别的咱也不说，我都随便拿出来一个疙瘩，这怎么着也得大几十块钱吧？咱们说做到君子爱财，得取之有道。我是女人，你们男人才成了君子。
这一块疙瘩想给我几十块钱，我还不卖嘞，这一定是好歹也是股东啊。你说的很对，这些碎银锭确实是过去的股东，你明知是过去的股东，你还按废铜烂铁收来，你这是在捡大漏啊！我让专家已经给我估过价了啊，一个也得给我5万块钱，你看亏不亏吧？5万一个，肯定不亏啊！5万一个不但不亏，比现在的黄金疙瘩都贵。说实话，你这也都20克左右呗，哎。那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都几十块钱，这俩差别那么大呀？这无论是几十块钱也好，几万一个也好，对于你这100块钱买10斤，对吧？这你咋卖？你这不会亏啊？那你给的太少了啊！好歹人家专家也一个给我5万块钱嘞啊！哎呀，给你5万一个，完全是网上那些专家的套路，他们是想取得你的信任，而你的这些碎银块全部都不成型，首先很难卖一个很好的价格。即使是完整的银锭，咱们就按1两的为例吧，现在也就20多块钱一颗，33颗的话也就1800块钱的样子，这何来5万块钱呢？哎，我连面都没见过他们，他们应该不会骗我吧？大不了也都是赔点时间，赔点路费呗。这个时间路费啊，也是有成本的。我跟你说一下网上专家的那些套路啊，他们一般就是先取得你的信任，说把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然后让你赶紧过去，到地方就给你现钱。哎，其实这些东西啊，我就给你看过了，也就是一颗也就10来块钱吧。你这碎银子，因为你按1乘2了，对不对？也就20多，有的也都最多50、60一颗，对不对？但是你这些东西到地方之后，他会给你拍卖啊、上拍啊、鉴定啊，然后套取你的各种费用，对吧？你这套取你费用的话，对不对？你你不但卖不到钱，而且还得掉进去几千块钱，有的甚至是几万。这话又说回来啊，你这收了人家这年轻人的，他肯定是拿了他家里边来，对不对？我也不建议你去卖，我建议你啊，还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哎，那100块钱，说实话，哎，你再给他要回来，不都齐了吗？我肯定不会反给回去啊。这好不容易捡个大漏，到时候我得自己去试试去。自己去试试。对呀。试试都试试呗。哎，到时候你上当受骗啊，你可别怪我没劝你。我肯定我不会怨你。好。外甥是个狗，吃饱了就走啊。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错啊。我外甥借了我10万块钱，整整10年了，终于给我3块银元当成利息了。外甥借老舅的钱不给利息你也得借，何况给你这3块银元了。来，我看看啥银元。哎，不给利息我也不想要，关键是10年了，给我3块银元当利息，这算啥？你说这能值几个钱？这个借钱我也不懂，现在10万借1年。我还不知道该给多少钱，但是我看你这3块银元入的都是皮盒，2块袁大头，1块四川大汉，品相状态还都不错吧？就目前你这个品相状态而言，高了我也不敢说，看样子这几千块钱还是有的。看你情绪那么激动，这是不是误会那外甥了？如果是你的话，我感觉你都要崩溃啊！我这个外甥啊，借我10万块钱，刚开始说用1个星期，这一下用了整整10年，1分钱我都没见过，我去要债，去了不下几百次，他既然说我还太抠，我感觉这和抠没啥关系，借你10万用了10年不还，确实是那外甥不对了，这个要债去了几百次，足以见识那外甥不讲诚信。但是你作为长辈有碍于情面，那你只能好言相劝了，给你这几块银元当利息，这不挺好了吗？哎，别提了，我这个外甥估计再过10年也还不上。咋了？现在他的公司啊已经破产了，据说他欠别人啊不下于100万，现在他就在家无所事事，给我这3块银元，应该家里就那么多钱了。哎，就每次见了我还说啊，我当时不应该借钱给他，他还抱怨我。好心好意借给他10万，让他用10年，这到最后竟然给了你一句抱怨，这结果太让人寒心了。那外甥做人不行，你应该从这个哪里跌倒啊，从哪里边爬起来才对。年轻人不怕跌倒，就怕对未来失去信心。你没事的话，从侧面多开导开导他。说实话，我气得肝疼。我这好心好意借给他钱，
就差一句他没张嘴骂我了。你看这仨医院管值多钱嘛？那你看开点吧，毕竟是自己的清迈上。先说里边这个大汉吧，典型的这个是四川军阀币。前2年这种军阀币啊，炒作的价格挺高的，最高的时候啊，这一块可以换2块同状态的冤大头。而你这个一看这就是流通过的状态，壁面看起来很干净。像这种啊，在大家手里边都是玩熟的状态，整体品相还行吧。现在行情大概也就1500左右，确实不贵，我还以为一个值几万呢。你这里边没有几万的币种，价位都差不多接近。另外2块是这个3年的冤大头，冤大头里边最贵的当属8年。先看你这壁面是否带斑，带斑啊，一般才有好价钱。2块都是通货 VF35啊，它这明显是延平了。壁面带传世包浆，2块大概也就2800左右吧。明白了，加在一起不是也就4000块钱吗？对，这价钱也太可笑了。借出来一个仇人。仇人倒不至于，那外甥确实缺少这个担当。无论是不是亲戚吧，你做生意赔钱了，对吧？好歹你给债主一点信心，无论多少钱吧，都应该让别人放心。虽然说没钱，但是拍胸脯做保证的话还是要有的。你当长辈了，你还是多担待一点吧。别提了，还是总是来一句话，还是生气。生气也没办法呀。谢谢你啊。没事。200万的金明院，看你收不收？我这里有一个200万的银元，我得给你仔细看看。还真别说，大爷，你这真不是一般的银元啊！这个正面就是我们常见的凿壁中长龙，背面就和造中区别很大了。这个是凿壁中长发型的定位医院，这个品相，这个状态不错。大爷，你这银元这是搁哪来的呀？这2个是同行。我从农村收的铜钱，这是呢，我上一次2000块钱收的，结果呢，在网上一查呢，咱家鉴定的值200万。既然咱俩是同行，那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先说网上专家估的价钱吧，这多少啊？这还是有点出入的，因为你这个是裸币，你这没有打盒子的之前啊，照这个品相而言，市场价而言的话，大概在10万到20万之间属于正常。但如果东西是对的话，2000块钱收回来啊，你这还是有大漏可捡的呀。你这很明显啊。我和网上专家给我鉴定一下，你给网上说的不是一般人多。我来考验一下，我这2个铜钱，看看价值值多少？这个铜钱的价钱比较透明，他们的价格并不像这种发行量少的银元。你这2个是常见的顺治和咸丰。顺治我这看是无漏无裂，这稍微有一点变形，大概市场价在70左右吧。另外这个咸丰啊就没啥可说的了，一般这种咸丰这都几块钱一个。这种小玩意儿说实话，你应该在网上专家给你估看看。我让他们看谁说的跟这个区别很大。这2样东西呢，给我10万，我一直搞不明白，可能为什么可能让网上的给我没有那么贵。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搞不明白的。通过这个估价，你可以完全看出来，网上那些专家再给你一本正经的胡练大巴车，你也是做这个生意的，什么样的东西，多少钱收，多少钱卖，里边有多少利润，你这应该心里边就应该跟明镜一样啊。我知道了，网上专家呢有点夸张，但是呢，在医院呢确实我也没见过。不值200万的，得值个100万呢。你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啊？不能按你这样来估算。先说这种凿壁中长发行的定位银元，这种啊是属于市铸币，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啊在市面上见到了呀也并不多，所以收藏价值极高。再来说它这个工艺，你看除了正面就和我们常见的那个罩中是一样，它这个反面设计啊就更加精美了。然后中间是纯镜面，珠签外边你看这2条是属于条形菱角，而这个壁面啊状态更是无敌，基本上算是未流通的品相。因为本身没有入盒啊，个人估价大概在20万以内。下的太低了我不会卖给你的。我2000收的这20万才赚了100倍的利润，太低了。100倍的利润不少了，说实话，你现在干啥生意，我挣100倍的利润，对不对？
可惜啊，大爷，你这个银元不对，我看你这壁面压力不怎么样，它这边齿你看一下，非常规整，2000块钱收了啊，大爷，我感觉你这赔了哇啦哇了，真银假币100块钱，你不但赚不到100倍的利润，你这还赔20倍。哎，不可能是假币啊！我个人感觉到网上还是网上专家就靠谱，专家靠谱，我还是找他吧。哎，我跟你说啊，大爷，你既然去找他，我也不勉强啊。但是临走之前，我跟你说几句话。这俩铜钱是真的，这个银元，说实话，你真是受亏了，因为你不懂啊。你2000块钱收的，如果是真的，你确实捡大漏。但是网上专家啊，他们也是有套路的。哎，我建议你啊，他在没有给你200万或者100万之前，你千万不要给他钱，以免上当。那是你别管了。好吧。俺这个岳父啊是真抠啊！咋嘞？第一次见面竟然送给我一块破银元，我是咋看咋别扭，真是越有钱越抠。第一次见面就送你银元，就说明表示对你认同啊。现在一块银元也不便宜啊。来，我看看啥。哎，不提钱我也不生气了啊！你这一提钱我就来气。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啊，第一次家长见面就应该给我封1000块钱的红包。你先别激动，说实话，你这里边应该是有误会。你这好歹啊，也是一块照壁中长。虽然说这个盒子有裂痕，但是里边装的银元状态其实还不错。XF45分的造种，两面你看，这都是属于全身打，而且味道还是不错的。你可不要感觉到这外边的盒子裂了，就感觉它不值钱啊！说实话，要比你那1000块钱的红包要强10几倍啊！我怀疑他给我的银元是假的，原因有2。第一，你看盒子质量那么差，我回去都摔了一下而已。第二的话，这银元拿手里面重量也很轻，这银元不应该是很重吗？所以说我感觉这有问题。哎呀，听你说了这2点啊，完全是因为你对银元不懂。先说这个盒子它的这个质量问题，你别说公玻的盒子，它掉地上会碎，你就是随便找一家平底公司的盒子，它掉地上它都会碎啊，你往地上摔它都会碎，因为外边的盒子它本来都不结实，就是一层塑料壳。还有关于重量的问题，这个银元啊，它就是72分，重量都是26.8克，这过去的银元都那么重啊，你拎在手里边你拖不出来它的重量，这很正常啊。哎，其实我都打听过了啊，我朋友说他家主要是地主，之前他小时候拿出来卖过，一块银元好像说也就卖100-200块钱，其实现在涨价了，也就卖个500-600块钱呗。哎，恁朋友说的很对，过去银元确实很便宜，那时候卖100-200块钱已经很不得了了，现在这个银元啊是越来越少，再说它已经是无机文物了，而且你这还是一块龙样。500-600块钱，说实话买不到啥的银元。我跟你说白了，你这是对恁岳父啊有大的误会。哎，误会不误会呀？我这个人只看钱，他要是只值500-600块钱，不如那1000块钱红包钱，他肯定是看不起我。哎呀，小伙子，你是多想了。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照壁中长啊，在过去它是属于中央龙。在现在来说，就是龙阳3剑客之首，就是在我们民间所有发行过的银元里边，它的存世量是最少的，现在价格也是最贵的。别的不说，就说你这一块盒子币，你看已经平底入盒，公玻给的是 XF45分，XF 就是流通过。哎，其实这个我仔细看你的壁面，流通痕迹倒是不怎么明显。哎，状态的话，你看原汁原味，而且这个龙鳞包括鼻子，你看都是全身打，而且字口也是全身打。你这一块造种啊，我是看不出来有啥毛病。公玻给你评了45分，我感觉是严评了。就像你目前这一块造种，现在按行情来估价的话，咋着得卖个1万多。多少钱？1万多？对呀，你这是完全误会恁岳父了。不是，一点都不误会。俺岳父啊还是抠。咋了？他给我拿这的时候，我看见了，他有个大保险柜，里面再放了好几百块这个东西。他不应该只给我一块，他应该给我100块。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哎呀，小伙子，这个俗话说得好，知足者常乐。无论你是不是他这个女婿啊，对吧？他给你一块已经很够意思了。这个你要懂得知足啊。刚才你说的，按规矩要给你1000的红包，对，这结果给了你1万多，
你这听说是真了之后，你还不满足，你还要100块，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哎，之前啊，我不懂，我还很生气的把盒子给摔碎了。那这盒子摔碎了咋弄来着？这盒子摔碎了也没事儿，然后去那个平金公司再重新换个盒子就可以了。如果想卖的话，直接就可以出手。哦，那不中，我知道这个银元值钱了。谢谢你啊，老板。没事。我以后我再给他要100块。来啊！现在启动钱，把家里祖传的金条你给我拿出来换点钱。你就按现在的黄金价格给我收了就行了，小伙子。哎呀，大爷，你这金条这都氧化褪色了，祖传的4条，你这一下子拿出来4根，而且这4根造型还都不一样。你这转俩听一下声音，这声音有点飘。正儿八经黄金的声音啊，是比较响、比较沉的。你这4根长条啊，如果真是过去的老古董，你按现在金价卖的话，大爷你这是巨亏啊！哎，吃亏是福，你记住了啊！咱农村人根本没那讲究。这4个金条值钱，没别人家的那些便宜。30多年前啊，用2袋粮食换嘞。大爷，你这把我搞迷糊了。刚才你说这4根金条是恁家祖传下来的，这又改口说是30多年前用2袋粮食换的。大爷，你这东西到底是哪来的？说实话吧，这是别人家祖传的。38年前吧。那时候我才10几岁。往山西那前送粮食。路过一个山沟沟。碰到2个可怜巴巴的老太太。他说，他家过去是个大地主。挨过好多次斗。家里缺粮食。那这样黄金还不让个人买卖。所以说呢，当时我就给他们换了2袋粮食。这4个金条一直放到现在。金条就这样来的。哎呀，大爷，你这金条的来历讲的是挺虚幻的，一会儿又是批斗，一会儿又是地主了。我给你再整理一下时间，现在是2023年，38年前就是1985年，那个时候批斗啊啥，那早都结束了，不存在有地主之说。那时候黄金确实不允许买卖，粮食之类的，确实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盈余，但是也不至于拿4根金条换2袋粮食。更有甚者，你这金条的造型，这哪是1985年那个时候生产的呀？老板，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啊！这可不是1985年那时候生产的啊！据说是民国时间的。确实是民国那时候的长条，但是你这几根的造型啊和时间对不上，里面有很多疑问。大爷，要不然今天你都白卖了，这东西你还拿回去吧？你看，你这老板，你真的是给我多说多少钱吗？我都按黄金价格卖给你了。你捡个漏都捡个漏了，你还说其他的？哎，大爷，如果你这按金价卖给我的话，我确实捡惊天大漏。别的不说，就你这字口，就你这品相，说实话，这按金价1颗现在也就500，古董价说实话最少得翻一番。从你拿过来到现在，我认为啊，他们都不是黄金，所以我没法要啊。我那么大年纪了，我说金条是假的，那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你说金条是假的，大爷，你得有理由啊。你先别激动，我从以下5个方面给你来证实。第一，先看啊，黄金自古以来它是不会氧化的。你看一下这金条表面都发乌发黑了，你说这能说明啥？那过去的古董带点保养的很正常啊，小伙子，你我不跟你抬杠。然后再来听一下它的声音，你听一下。这说实话，这声音就像挖渣子一样，一点都不沉重。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敲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金条与金条之间会产生碰撞，因为黄金它是柔软的，你碰撞的话，它多少啊，它会留下一点痕迹的。但是你这也有，但不是太明显，显然啊，让人感觉到这很硬。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这金条啊，重量不达标。黄金的比重很沉，一般像这种长条啊，它们都是有固定重量的。我把电子秤给你打开，咱们来称一下重量。基本上像这种长条的重量是5两，160克左右。称一下，106、120、112，大家看到了吗？这说实话偏差太大了。说实话，你这些长条啊，1980几年的时候啊，根本都没有这种造假嘞，还没有出现呢。说实话，大爷，你这东西我要不了，真是没法要。我不卖了，我不卖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看，你咋能这事儿？拿着吧，还是你的东西。
俺亲家真是个人精，咋来？给俺儿2罐银元，怂恿着俺儿叫他去买大本，你看这够不够交10万首付嘞？一辆大本买下来，估计也不便宜。啥的银元能值10万嘞？来，我看看。哎，我前后给他算好了啊，一辆1亿级的大本买下来40多万。我将错就错，先花个10来万给他付个首付。先花个10来万首付也行，只要条件好啊，买一辆开开也无所谓。你拿过来的这2块银元啊，入的都是皮壳，龙阳3剑客之首的凿壁中长，壁面龙鳞字口全身打，53分的呀。这个是冤大头，哎呀，还是一块三江源。夹合面这个地方你看一下是空心眼，典型的竹节花，状态不错。实话实说，这俩银元卖了不够10万的首付啊。那坏事了，那俺亲家可真是个老狐狸，他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这俩银元卖了付个首付没啥问题。原来是他给我下的套啊。你说像我这一个月，辛辛苦苦挣个4、5千块钱，能开得起、供得起大本吗？我感觉够呛。这个大本啊，虽然说我没开过，但是我经常听别人说一句话：这个好车买起开不起，你要考虑一下它的油耗怎么样，每次保养大概得多少钱。像你所说的一个月4、5千块钱，扣除基本生活后，这还有多少盈余？还有就是恁亲家为什么怂恿着恁儿子去买大本呢？咦，还不是为了面子吗？俺亲家家里啊，就那一个闺女，他希望他闺女买的车越贵越好。好车的话，他们家脸上不是有光吗？那是。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都是将来啊，我儿子买大本之后，他也能经常开车出去玩。那照你这样说的话，你这个亲家确实挺要面子的，明知道你这经济条件达不到，他是为了一己之私啊，来难为你。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面子说实话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决定权啊，其实还是在你手里边。如果没有非到非买不可的前提下，我感觉啊，还是你自己做决定。咦，说实话，我这也是被俺亲家拿捏住了。如果不买这个大本的话，到年底，他不会同意他闺女跟俺儿结婚。哎，你还是看看这俩银元值多少吧。那行吧，我先来看看你这俩银元。里边最贵的就是这个凿壁中长皮壳，虽然说没给分，它这个状态绝对是不输35分的。XF92的意思就是清晰，基本上皮壳评级啊，只要是壁面不带包浆都会给92。底板状态非常好，字口啊、龙鳞啊，这两面都是全身打，尤其是它这鼻子，你看清晰可见。说实话，比35分的状态都要好。这怎么看都是爱不释手，现在这个状态能给到1万大几没啥问题。耶，那完了，这两个加一块儿，这才3、4万吗？这少了可怜啊！你先不要说其他了，另一块这个冤大头价格少了更是可怜人。你像普通的冤大头啊，也有53分，也就2000左右，但是你这带了一个板三角圆竹节花。如果说你对这个银元不懂的话，什么都看不出来。三角圆大家都能看出来。但是它这个区别是不是竹节花啊？就看它右边这个地方是不是空心眼了。状态也是原汁原味吧，味道确实不错。就像你这个状态，目前能给到你3000块钱没啥问题。耶，完蛋了，我这回叫俺亲家耍了吧？这回我还以为真能值个10万呢，结果这价钱这不是凉凉了吗？你说他为了嫁女儿好面子，这弄得我这去买单，这太自私了。其实这是你的家务事儿，无论怎么样嘛，我觉得你还是要量力而行。面子有时候啊确实很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到以后怎样去还月供。如果真影响到你生活的话，你们可以和恁亲家再商量商量，稍微买个便宜一点的车型，毕竟也能给你减轻负担。量力而行吧。是嘞，谢谢你了，老板，谢谢。上个月有个小男孩拿一块银元给我抵200块钱的玩具钱。这别回来，这是一个假的了。你赶紧帮我看看真假。我看你拿来还是一块 PC 盒子币，而且还是一块照壁中长，只抵200块钱的账。那你这捡个大漏啊？我看看啥嘞？本来啊这是小本生意，再说我对这银元啊可能也不懂。万一这真是一块假的了，他再给我几块，那不就完蛋了吗？假我看倒不至于啊，因为你这个照壁中长，这包浆是一眼开门了，而且这都已经入盒了。虽说皮壳没给分，但是状态还是不错的。你看它的鼻子、龙鳞，这保存的非常完好。抵200块钱账的话，这很明显是大漏。你这是做啥生意的？
我就是在小学门口开了玩具店。那是真的就行了。以后再叫他拿过来，我就敢放心大胆的给他玩具了。哎呀，兄弟啊，你这种做法不妥吧？别人经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想而知，拿这种银元去换玩具嘞，那孩子应该年龄不大，思想不成熟。如果拿着现金去买，你卖给他也就算了，拿这么贵重的银元去换200块钱的玩具，不应该要他的银元啊。我也不懂这个银元，就知道过去可以给孩子加工羽绒桌。知道。况且一对羽绒桌也不止100-200块钱啊。你拉倒吧，一对羽绒桌以前是100-200，现在银子它都涨价了，你买一对的话，恐怕得300-400块钱嘛。这个另外银元确实都拿出来加工手镯了，但是尤其是像你这种龙样都挺贵了，贵的不得了啊。便宜点贵点，人家也不值钱。再说开门做生意嘞，别人买东西嘞，咱也不能太往外撵人吧。那我只能说你嘴太硬了，你得懂得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拿这个造种的男孩是咱自己的孩子，拿着恁家里边特别贵重的东西去给别人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你又作何感想呢？那我肯定得严加管教啊！对学习有用的东西咱可以买，对，和学习无关的那是坚决不能买。那是，你看你自己的孩子你看来很透彻，别人的孩子拿造种你却装迷。像这种造币中长龙样，它可不是一般的银元，排在龙阳3剑客之首，目前啊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当属最贵的银元了，没有之一。而你拿过来的这个盒子币啊，是入了全球最硬的评级盒子 PCGS， 给的是 XF92， 意思就是流通过了美品。虽然标注的是92清洗，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啊，却丝毫没有清洗过。状态你看一下，原汁原味的彩币，虽说评级没给分，但是整体状态还是挺好的。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龙鳞，包括它这个鼻子，这都是相当于没磨损，包括前后的字口，这也都算是全身打，标准的味道币一枚。仅凭你这个造种的状态啊，我给你估到16000，完全没啥问题。怪了，就这一点东西1万多吗？对呀。你不是跟我闹着玩的吧？没有，我以前小时候卖很多啊，才几十块钱一个。那你小时候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以前便宜，卖几十块钱一个也很正常。因为像以前这种银元啊，它就是不值钱。但是现在大家啊需求量比较大，水涨船高，这个价格起来也很正常。反正之前我也不懂，现在知道了。那这一次我真是捡个大漏。那是。下一次啊，大不了多给他换点玩具就行了。但是你这种思想哈，就是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下一次他再拿银元给你换玩具，你千万不能给他兑换了。以前你不知道价值也都算了，现在知道能值1万多，你尽量你主动一点，把银元还还给他，或者联系他家里边的大人，老老实实啊，把你那200块钱换过来就行了。我回去想想，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啊。反正谢谢你的鉴定啊，没事。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银元，我洗衣服的时候放卫生间1年多忘了给。这咋变成黑的嘞？该不会是假的吧？那我看你这个大金选咱不假，这银元一上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你放卫生间2年变黑很正常，因为银子啊它本身就容易氧化变色。你说不假我就放心了。俺朋友他只给我1000块钱，我就把他拿走之后啊，再说是假的他找我麻烦。1000，你这幸亏没卖啊！我看你这个大金选3，这币面无伤无戳，而且币面还都是全身打。大金选3啊，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花质和龙鳞。就你这保存的品相可以说是非常好了。你也不用因为银元外边这带点黑包浆感到自卑什么的，无论啥样的包浆啊，都不会影响它的价值啊。反正是看着别扭吧。因为之前好像是白色的，现在变成黑色了。不知道了，还以为是贴了嘞。那如果只有贴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不是？真是贴的话，那你这个朋友恐怕也不会给你出到1000了。再说贴了做工也没这个好啊，贴的话时间长了它生锈会腐烂掉。而你这种银元的包浆，它只是覆盖到壁面上，你稍微的清洗一下的话，还是能够把它清洗掉的。那你就好好做到底吧，用你们的药水帮我清洗一下呗。洗干净之后我看着也舒服，说不定俺朋友还管多给我点钱嘞。那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清洗银元啊，一般存在风险，无论啥样的包浆啊，你最好不要动它。洗币水它再温和，
它也具有腐蚀性。像这种短时间内形成了这个包浆还好一点，像那种入骨的银元，你包浆洗掉之后会留下一些凸凹不平的坑坑洼洼。我感觉我这一块还好吧，不存在啥坑坑洼洼的。你能帮我恢复到2年前的样子不能？我给你出工钱。哎呀，我跟你说那么多了，你这还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无论啥样的银元啊，只要带包浆，无论包浆怎么样，它都比那种清洗过的大白壁值钱。因为洗壁有风险，你洗不好壁面有擦丝，你说白了还不如不洗嘞。我不是想着管多卖点钱吗？你想着黑不溜秋的朋友只给我1000，如果我洗干净的话，说不定他会多给我几百嘞。好了吧，我看你这算盘打了一点都不自信。你像边线这种银元啊，你得找专业的人。朋友给你1000啊，那都是不靠谱的价钱。再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随便拿出来一块冤大头，对吧？他现在还得1000了，你何况是这种龙阳了，对不对？龙阳肯定价格肯定没有那肯定比这贵啊，对吧？这是一个点。你就是现在大金宣咱，它好歹是龙阳3剑客里边排名第2的，市面上除了赵忠之后啊，也算是价格差不多贵的银元了。你像平时喜欢玩银元，这都是必玩的币种之一。所以说你这个银元包浆有点浮，这应该是在卫生间里边啊与那种硫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但并不影响它这个实际价值。赵忠看笔质，大清看花质，你看你这花质全深大，几乎没什么磨损。你包括它的龙鳞、内齿、质口保存的都非常好。你像那种带戳子的，品相状态都特别差，也能卖个2-3千，更别说你这个品相更好了。你随便打个盒子，或者是卖裸币，怎么着现在也得个大几千块钱啊。大几千？对。虽然说我不懂，那这个价钱咋核算的吧？但在我眼里啊，我感觉这银子也就10几块钱一颗，就这么点银子，我卖个1-2千就知足了。那只能说你对收藏不懂。银元首先是银子不假，但是银子很常见，银元卖的它是它的古董属性。毕竟像这种银元啊，都是100多年前铸造生产的。第一个，它不可再生；第二个，大家玩的是一种文化属性，所以就不能单纯的按银价来计算它这个价值了。那你要都这样说的话，我都懂了。对，无论啥样的东西都是价高者得。对，我朋友出1000块，确实太低了，又挑剔说银元黑，是在忽悠我嘞。那朋友这事办的确实有点不地道，能给你1000的价格，说明他多少懂一点银元常识。发黑并不是压价的理由。你像有些银元那种大老黑的包浆，比我们普通常见的银元价格还得翻一番的。不过通过这件事让你看清楚一个人，这还是很有必要的。你说的对啊，我现在是庆幸以前没有卖给他，那是，不然的话我真就亏大了。对，我看你这个人挺实在的，老板。那就给你留着吧。那行，那我给你算算。好。俺邻居这平白无故的送给我一块银元包啊，我这都找别人看了，都说是假的。我这心里面也没底了。我看你这个银元包的个头可不小啊。这个从包浆来看并不假。咱这个平白无故的送给你，咱不能无功不收禄啊。我看看啥嘞？其实也没有无功不收禄啊，就去年借给他800块钱应急，顺带帮他了一个小忙，他就送给我这个。你这个银锭是标准的50两锭，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真假是没啥问题。这锭面是老五彩，一眼开门，但还不是普通的商锭。你看，从上面的这个太古线来看，这是官锭，估计应该价格不会便宜了，因为这是特别少见的老五彩。你帮了绝对也不是小忙，不然人家不会送你这个。就是上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了，我把他送去医院，顺便给他垫了800块钱的住院费，没想到他送给我一个这银元包。心脏病这可是争分夺秒的大忙，垫800住院费虽说不算多，但是你这种行为啊，确实非常高尚了。你们俩这是属于过命的交情，按理说送你这个也算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因为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太少见了。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问几个人都说是假的。咱路边回收黄金的，只给我按银价收，把我弄得有点懵。这有啥懵不懵的？既然有人给你按银价收，那就说明它不假。你想想，如果这一定是假的，别人也不至于说按银价收啊。现在银子也不便宜啊，这3斤8两重的话也得1万多啊。这价值1万多吗？那这送给我恐怕不行吧？你不知道，我那个邻居虽然说家里有钱，但真正当家的啊是他媳妇儿。那你确实这个50两的银锭还真不是1-2万的东西，像这么贵重的东西啊，他媳妇儿多少应该知道它的存在。
这贸贸然来送给你抵800块钱的账，后续啊，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呀，我们又不是离得远，对，我家又搬不走，邻居就是墙也墙，有个啥事儿啊，也可不够丢人的。那是，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还真得重新打算了，因为你这个50两的银锭，在过去啊，它能实打实的换80块左右的银元，你就按普通的袁大头，现在也得好几万的价了。如果换成80块龙样，那都得几十万了。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有人给你按银价收，那都是瞎扯淡。说实话，你这个50两的银锭啊，这个是光锭，好在你这个字口都是全身打，你可以细看一下。太谷县万和荣，包括宣统年月这几个字，简直就像没动过似的。这落款绝对非常犀利，无论啥样的锭子，只要有这样的字口，都是好锭子。另外，你看一下它这顶面的褒奖。非常漂亮。对，像这种褒奖啊，都是老五彩的。老五彩褒奖啊，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你看这种褒奖很有特点，黑色的呀，这都已经入骨了。像这边上的这种金彩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这泛黄的金彩挂到这个蜂窝底下，这都是金珠挂彩。你这个锭子非常漂亮，保守估计的话，应该在17万左右。17万？对。那如果真值17万的话，我这就得回去还给他。你不知道，他家有几个孩子，肯定能把我撕了。那确实，你即使再帮别人的忙，送给你1-2千块钱，对吧？也能接受啊。对，像这么贵重的东西，必须得经过他家庭成员的认可。毕竟你们这邻居关系在这方面，低头不见抬头见嘞。可被你说着了，是吧？我家的生活质量本来也不差，对吧？这再因为钱的事生气，再动起手来更不划算了。那是，动手还真不至于。我看你这觉悟性啊，还挺高嘞。毕竟这个银锭你之前也不太懂它的价值，现在知道了也没打算要。好歹你帮人家的忙了，你这也有权拒绝他的赠与。还是你想的比较圆满，800块钱还回来就行了。这么贵重的银锭，我建议你还给他还回去妥了。那你说的对，乡里乡亲的，对，绝对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对，谢谢你啊，我赶紧还过去。没事没事。现在银子都便宜家伙。俺老公2000块钱买了一块银锭，我直接花到贵方便面，给他饭吃。贵方面不让吃饭，这有点过火了。我这简单的看了看，你这是个10两的商锭，2000块钱买回来太超值了。老板，你可得看清楚了，这绝对没有10两的重量。我用电脑称过了，400克，整整8两重。400克8两，你这是现在的重量折算的，过去1两是37.3克，你这个重量啊稍微超一点重，很正常。你看上面打了有金天盛的落款，典型的山西商锭一枚，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顶面一眼大开门。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银子现在便宜，1克2块钱，400克才800块钱，就一下子赔了1000多。你这账是体育老师教了吗？谁家的银子一下子能便宜到2块钱1克呀？现在国际大盘价都6块多了，你就是按卖破烂价钱，这400克银子也得2-3千了吧？我也不跟你抬杠，抬杠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是嘞。我听说过去的银子还不纯，反正是卖不上价钱。哎呀，你们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啊，听说那都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你要说银元的含银量不纯是真的，因为银元是流通货币，里边必须得加一层铜，省得在流通的过程中磨损。而像这种银锭啊，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含银量和现在这个金店里边的卖的银首饰一模一样。你说雪花银，我真有点不相信。如果是雪花银，它应该是又白又亮。你看这颜色灰不溜秋的，灰不溜秋的就对了。你想想，这10两的银锭，这可是正儿八经清朝的东西，距今100多年了。本身银子啊，它就容易氧化，这外边灰不溜秋的就是它的褒奖。这种褒奖，这一看就是一眼开门的状态，漂亮的很。专业的知识，我不给你抬杠，抬不过你，你还是给我来点实际了吧，看能值多少钱。可以肯定的是啊，2000买了，恁老公这是捡大漏了。刚才给你按卖破烂的价钱就不赔钱，而现实中，你说谁会拿这种银锭去卖破烂来？10两银锭在过去啊也算是大钱了，有一大部分这种雪花银都被这个外国人给挣走了。你想想，用银元换银锭，这些银锭它得回馈多少吧？所以和银元来相比的话，这种银锭啊就少很多了。银锭越大越贵，这种10两在市面上比较常见，主要参考标准就是它上面的落款。你这个刻的是金天盛，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山西锭子。从数量上来说，这种山西锭子要比川锭少。实话实说，质口清晰，
虽说不是官定，但能和这个官定啊相媲美，状态来说也是传世老味道，尤其是底部它这蜂窝，你看，相当自然。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定面的。这个给你来简单的估的话，除了你2000块钱的本钱，最少能挣1万块钱。能挣1万？真的假的？照你这样说的话，难道是我冤枉老公了？我得回去给他做3层海味补补去，赶快。那你确实是冤枉的老公了。按理说啊，你就应该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毕竟咱普通人啊，捡一次漏也不容易。你让我想，我都不敢想。你说谁会傻到2000块钱，他会卖个10两的钉子，而且这状态这么好，这说实话，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咦，好了，你别嘲笑我了。你好人帮到底，看有什么洗鼻水没有？帮我把这个银锭的洗白一点。洗鼻水我这里还真有。说实话，我也不是怕你用，关键你这个10两的银锭啊，你看它这外面包浆多自然多漂亮，你这忽然间给洗了，说实话，这能值1万多嘞。这洗完之后啊，立马就值个3、4千块钱。这钉子洗了太可惜了。我就想问问，如果说折价，你还会洗不会啊？咦，那我肯定不洗了。对啊，我可不是傻子啊。对，我还是赶快回去给俺老公做好吃的去啊。好，谢谢你啊，老板，谢谢。没事。我这里有几罐分值70分的银元，我搁网上查过了，一块能值几十万。你看你有没有实力收？过去的老银元，我从来没见过有70分的。我看你拿的都是熊猫银币啊，也都是一个银价，咋可能一块值几十万呢？我先看看啥的吧。有人给我报几十万的时候了我看是我也不敢相信这没想到这种破天富贵都轮到我了。我先来声明一下啊，你这些确实不是银元，银元啊都是解放前、民国之前生产流通的货币。晚清那时候啊都是以龙洋为主，民国时期都是以大小头传洋为主。而你这些年份，你看生产年份，2021年、2016年，这才没几年的时间。中30克的银子而已，所以它这个 MS 70分，分值确实挺高，但是没啥用啊。咋可能没用呢？你休想看我不懂。银元的分值我还是懂的。70分是银元里面最高的分了。你说的很对，在机制币里边70分也就是最高分了。这个70分就是从造币厂直接出厂给入盒了。所以才给这么高的分。但是你这熊猫银币它是现代的机制币，从币种上细分那就是银币，它不是银元，量比较大，所以目前啊也就是一个银价多一点。你别忽悠我。我这种银元含金量高的很，是4个9的，而且啊面值是10元的，比那常见的银元多9元。10元的面值没什么用，过去的1元啊它是按两来核算的，以前是3.72克，1元是26.8克，而这个10元是30克，所以10元和1元没有可比性。再说含银量也没啥意思，过去的银元啊它是9银1铜，增加1成铜，是为了防止银元磨损。而这种熊猫币14个9的含银量，纯粹也就是一个银价，银价也不贵，现在大盘价也就7、8块1克吧，就是银价。你别给我讲太多的专业知识。反正有人已经给我出20万一个了。你看你给我出多少一个？在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之前，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些熊猫银币这是搁哪来的？能说一下吗？去年我买给俺朋友的。多少钱一个？300块钱一个。300一个。没想到现在一下子涨那么多。兄弟啊，我咋说你嘞？你这是严重的有信息差。最近这几天啊，满天飞的消息就是银价上涨了。3月份银子一颗才5块多，现在涨到7块多一颗了。所以你这些熊猫银币为例啊，一块30克，10块就是300克，这2个多月的时间啊，就平白无故的多出来好几百块钱的差价。如果你按银子价算，那确实从中间赚不少钱。但是无论银价再涨，你这个熊猫银币啊，它比银价溢价高。现在我给你估也就300块钱一个吧。不可能。300块钱一个的话，那为啥别人给我出20万一个呢？这总该有原因啊。那原因就是想割你的韭菜呗，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报高价的骗局，就是看你啥都不懂，想通过你这些报高价的方式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借机收取你的各种费用。你仔细想想嘛，如果真值20万一个的话，那朋友咋可能会300一个卖给你嘞？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啊。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空穴来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猜测。哦，我这不能凭借你的几句话气馁的。是不是无中生有？是不是空穴来风啊？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不知道其中的套路，不相信也很正常。但是好东西啊，它都是好价钱。你想证明你的熊猫一米值钱，你不妨啊，你去挨个这个金店啊，或者是回收店，你去问一问价。是骡子是马，你牵出来溜溜，让别人多给你估估价，你这不都啥都懂了吗？我肯定得多找几个人问，对吧？好歹几十万的东西嘞。谢谢你了，谢谢你了，来给我。没事没事，给你还拿回去，还拿回去。好。我这一次相亲可把我气得不轻。说好的给我烘一个见面礼的风包，结果打开一看是一块黑不溜秋还小号的银元。这个是一块黑彩中元，它这个包浆味道不错。大小确实比常见的冤大头小一号，送给你一块中元就表示对你认可。我个人看这比红包强多了。哎，我知道是对我比较认可，本来我长得也不差嘛。关键是这么小的银元也太寒碜人了，分明是看不起我呀。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银元啊从来都不按大小来定价来。如果真看不起你啊，他就不会给你这个银元了。而你这个中元啊，你看品相也不差，尤其是他这个头发。你看都是全发丝，背面又带包浆，说实话，比给你红包有分量啊。它能有什么分量呀？我去今年称过了，也就10几颗银子而已。今年老板都说了，还不够换半只银手镯之类的。今天那老板他幸亏啥都不懂，你别说半只银手镯，他就是给你几只银手镯，你也不能给他换。银子现在今天才卖10来块钱一颗。而这种银元虽然说它的含银量不纯，但是它好歹是过去的无机文物，因为不可再生的缘故，所以绝对不能按这个银价去算。我知道这是按个算的呀。我同学之前家里就有。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2个还卖过一个，好像比这个大点，才几百块钱。那你说的几百的话，应该是冤大头。冤大头是主币，而这种中元是辅币。你在过去是2块中元才换1块冤大头。但是现在手上它讲究一个存世量越少越贵。冤大头它发行过3、8、9、14个年份，而这种中元啊只发行过一个3年的缘分，所以肯定一点的，这比冤大头这贵很多。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越小越贵的。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吧，第一次见面男方都应该封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红包装多少钱是无所谓的，像你们女孩最主要的还是要的是一个被重视，因为你对这些银元也不懂，所以总感觉啊又小又黑，应该是不值钱哈。确实去今天人家也没说有没多重。问问我的朋友都说值几百块钱。我实在也没办法了，找你们来看看。不值1000的话，我就给他退亲。退亲这个有点严重了。首先你先后问的人不对，加上自己又不懂。你看这个银元谐音姻缘，从晚清一直到现在啊，有很多女孩陪嫁，大部分都是银元，这就是取一个圆圆满满的寓意。男方送给你这个应该是对你表示满意，这个是理解层面啊。另外中元的价值而言啊，这个完全是看它的存世量和状态了。因为中元是辅币，在民国啊它这个使用率不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元含银量低，大概在80%多一点，所以当时啊就造成它这个银色不足，大部分都会选择手里边有中元就会优先花出去。因为含银量低一点，所以铸造过程当中啊有很多都是偏弱打类，也就是说好品样的并不是太多。就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可以清晰的看一下它的发丝，整体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没有弱打，流通痕迹也不明显，又加上带点黑彩包浆，我个人看大几千块钱还是有的。大几千块钱啊？对。你得为你的研究负责任啊。那负责，因为这关系我一辈子的终身大事。那是。这可不带闹着玩的。对，这个银元的价值不会给你胡扯，因为现在这个银元主要是看它的这个状态说话的。你即使是同一币种，品相有所区别，那价格区别也很大。因为你这个状态比较好，可以随时随地变现，想用钱的时候可以变现换钱。那你这样说的话，那我
完全放心了。对，说实话，我刚拿到手里的时候，看他又黑又小，我还以为他看我年龄小糊弄我了。真是糊弄你的话，那就真不能给他原因了。你想想，第一次给他们打交道，你不说咱们这边对吧，规矩有多少吧？你就说这个女孩见面礼是吧，得有个差不多。人家经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这个中原啊，秒杀咋说哎，秒杀一条街吧，好好的放着，以后急用钱的时候可以随时便。那真是太谢谢你了，没事，为我解开了一个难题，毕竟是定情信物，对，往后去急用钱的时候我再买吧。好，谢谢哈。